如果你此刻还不富有，先别怪世界残酷，先问问自己，你走在什么财富路上？每天工作10小时，省吃俭用，投资 ETF， 却还是离财务自由遥不可及。这是因为你环困在慢车道里，被一场节俭致富的神话绑架。今天的主角不是富二代，不是矽谷天才，而是一个曾经堕落，每天打电动，毫无志向的普通少年德马科。但他只用7年，从零开始逆袭成为千万富翁，不是靠省钱，不是靠投资复利，而是靠打造能赚钱的系统。他写下那本火爆全球的快车道致富圣经，撕破慢车道的谎言，直接告诉你，财富自由不是50年后的幻梦，而是5到10年就能完成的任务。德马科，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，他曾经是个对一切都毫无兴趣的堕落少年。直到那一天，命运之神对他投下了一颗震撼弹。他看见一位年轻人，不是什么体育或娱乐巨星，却驾驶着一辆兰博基尼呼啸而过。那一刻，德马科的脑袋庞佛被闪电击中，他猛然开窍了。他立志，我要成为一个年轻的有钱人。他开始疯狂研究各种财富书籍，试图解开致富的快捷密码。第1章，冰风暴中的绝望与重生。德马科踏上了试错的血泪之路，他尝试了各种生意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。他被困在人行道和慢车道的夹缝中痛苦挣扎。终于，在一个狂风暴雪来临的前夜，他崩溃了。他对自己说，够了，我必须改变。他抛下过去，从芝加哥搬到凤凰城，再到亚利桑那。他在自己狭窄的公寓里日夜不休地学习编程。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成型，我要建立一个豪车租赁网站。他赌上了一切。第2章，暴赚1亿元的财富游戏。2001年，网络泡沫化即将来临的前夕，德马科成功了。他将自己的网站卖掉，第一次尝到了甜头。他赚进了惊人的120万美金。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？大错特错。当所有人都以为网络世界已成废墟时，德马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他逆势操作，只用了区25万美金，就把自己曾经的心血收购了回来。几年后，这个被他重新打造、优化升级的网站再次被卖出，这次的价格是1200万美金。他财富自由了。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了，通往财富的道路并非只有节俭、存钱、苦等50年的慢车道。第3章，3条车道的命运判决。德马科血腥地撕开了传统致富的遮羞布。他告诉我们，大多数人的人生只遵循3种财富路径。1. 人行道 sidewalk， 这是我们常说的月光族。他们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消费至上。他们的人生终点必然是贫困。慢车道 slow lane， 这是大多数上班族的归宿。他们牺牲宝贵的现在，换来可能拥有也可能享受不到的未来。他们要工作50年才能换来短短5到10年的退休时光。你确定50年后你还能健康的享受这些辛苦换来的果实吗？慢车道公式是财富等于薪水加理财收益。这条路被时间严格限制，每天只有24小时，而且充满了你无法控制的风险，裁员、经济崩溃、通膨。试图用每年 15% 的复利累积40年，别傻了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巴菲特。3. 快车道 fast lane， 这是创业家的道路。他们掌控自己，为他人创造价值。他们能够在5到10年内实现爆炸性的财富增长。现在请你直视内心，你走在哪一条道上？第4章，快车道，掌控一切的财富引擎。如果你不甘心当个普通人，你就必须变更车道，停下脚步，转变视角。快车道的本质是建立一个生钱系统，让系统帮你赚钱，而不是你亲自去搬砖。快车道公式是财富等于净收益加资产价值。这公式的2个关键点与慢车道截然不同，它们是无限的，而且是可控的。净收益，你可以透过降低成本，创造更优秀的产品来提高单个净利，你也可以透过扩大市场影响力，增加生产力来提高销量。这一切都没有明显的上限。资产价值，慢车道的人在买贬值的消费品，汽车、名牌包，而快车道的人在打造增值的资产、生意、品牌、知识产权、商业模式。你需要从一个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生产者，别再去掘金、
而是去卖铁锹；别再去上课，而是去教课。第5章，血泪戒律。通往财富自由的5把钥匙，但要建立一个好的生意，并非只是当一个整天守在店里的小老板，那只是换了件外衣的打工者。要启动快车道，你必须遵守德马科的5大戒律。戒律1，需求为王，抛弃爱好的陷阱，别再做你喜欢做的事了。如果追随爱好，你的生意会死得很快。有个老板在老年人社区里开了一家嘻哈服装店，1年半就关门大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把需求放在首位。金钱只会被那些解决他人问题、为世界提供价值的生意吸引过来。你必须站在用户的角度，先给予，再索取。戒律2，准入门槛，越高越好。如果一个生意任何人都能做，门槛低到只需注册一下，那么你准备面临的就是拥挤的人潮和激烈的竞争。如果你连水管工、健身教练都在讨论某个投资有多赚钱时，你该做的不是入场，而是准备撤退。记住，有钱人永远是少数，你必须做到杰出到极致。戒律3，绝对可控，你是唯一的驾驶者，你必须坐在驾驶座上，控制定价、创新、市场策略。如果你只是参与微商，创新和定价都不在你掌握之中，你不是在做生意，你只不过是微商创办人的一名销售，你还是在打工，交出控制权，风险巨大，上游任何变动都可能导致你的生意崩塌，而你毫无抗争之力。戒律4，巨大规模，追求爆炸性增长，你的生意必须能够影响够多的人。如果你只开一家社区快餐店，天花板效应太明显，一天顶多卖出几百份。但如果你打造一个连锁快餐品牌，开到全国，每天卖出几百万份，杠杆效应立刻展现。快车道的关键是潜力巨大，增长迅速，最好能够呈指数级爆炸增长。戒律5，必须脱离，让收入与时间切割。如果你的生意让你完全脱不开身，你身不由己，那么它只是一个工作，而不是一个好的生意。快车道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的收入和时间脱钩，一旦你不付出时间，收入就停止了，那你就回到了慢车道。真正的自由是每周工作10小时赚取1万块，而不是工作70小时赚2万块。终极自由的召唤。真正的财富绝不仅仅是钱，它包含3个元素：关系、健康和自由。现在你已经破译了通往财务自由的密码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你愿意继续在慢车道上消磨掉漫长人生的50载，去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退休梦吗？还是决定从今天开始转换你的观念、习惯、行动，跳上那条百万富翁的快车道，掌控你自己，努力工作，为他人带来价值，这是你人生的转折点，现在就行动。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什么是可控、可复制、可规模化的致富模式，如果你想学会如何从零打造一个会赚钱的资产、商业模型、现金流系统，订阅频道，精读 Read Smart Financial Freedom， 这里不讲鸡汤，只讲战术。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你的人生从这一刻开始转弯。